中美之间的眼光不在一个段位，战略重心的差异让美国节节败退。大家好，欢迎来到赵特产观察室。随着世界的不断发展，全球多元化已经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导致了美国在多场大战后所建立起来的霸权遭到了严重挑战，从根本上触及了美国的利益。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人当然是不开心啦。所以近些年来呢，强势复兴的中国莫名其妙的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美国就对中国发起了全方位的围堵，妄图呢遏制中国的健康发展。而面对美国这个毫无道德底线的强盗，中国当然不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干脆直接竖起了反美大旗，下定决心要与美国霸权一争高下。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则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双方之间的博弈应该是美国全方位对中国碾压才对。但是从这几个月的结果来看这个事情却是与很多人预想的是不一样的。甚至是截然相反，不但中美之间攻守易位，甚至在很多领域，美国正被中国打得节节败退。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双方之间的眼光不在一个段位上，战略重心的区别让中美之间高下立判。你看美国，自从美国单方面认定中国是威胁其全球霸权的主要对手之后，就直接将自己的战略重心转移到了亚太地区。而无论是给日本进行军事松绑，还是打算在亚太地区进行核共享一系列的举措，就是摆明了要拉着中国周边的一堆小弟对中国发起群殴，妄图让中国进出不得。但是尽管看上去他们人多势众，不过美国的这些小弟们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各自都有着各自的小九九，很多情况之下根本就没有把力气往一个地方使。甚至还有悄悄在后边扯美国后腿的。你就比如说日本，别看日本对美国毕恭毕敬，但手上的美债该抛的还是抛，甚至经常违背美国想组成美日韩军事同盟的意愿，公开羞辱跪舔自己的韩国。所以说呢，在这个亚太的队伍，美国也不好带。而中国历史悠久，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呢？所以面对美国霸权的打压，直接将自身的战略重心放到全世界，通过各种途径把自己的魅力展现给全世界，让大家都知道它的友善和潜力。比如说采取了一带一路政策积极推动了亚欧非等区域的经济合作，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众多的经济伙伴关系，那么使中国文化和语言影响可以说深入到了世界各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明，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世界上很多人对中国这个东方古国的刻板印象，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发的活跃。所以坦率讲，在这个全球村当中呢，中美两国的战略重心差异是很明显的。中国想要全世界国家建立平等互利互信的多边关系，而美国则想要在亚太地区建立自己的霸权地位，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所以这样一比，中国真是把美国直接就秒成了渣所以来看呢，中美之间的博弈根本不在一个段位上，中国重心全球，美国重心亚太，两相对比，高下立判。美国被打得节节败退，不是因为中国有多么的强，而是美国人自己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只是眼光长远，小小的推了一把，仅此而已。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